上句点，何不就让它悄悄入眼？看今天更光鲜，别忘了还有明天。选你将来的志愿，一步步再慢慢去实现。不管路有多远，有多险，有多倦，在这无悔无怨的内心世界，我遇见了美丽丑陋的脸，和酸甜苦辣一一尝遍，但是我情愿为感动，为明天。痛虽然有深有浅，泪擦干，那就会好一点。风虽然看不见，但自由无极限。少，少，怎么了哈？大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大美，我回家一直哭，一直哭，电话一直响，一直响，尿布一直洗，一直洗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好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好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你大嫂跟老伯都睡了？睡了。哇，你我只是随便整理而已。谢啦。啊，如果没有你啊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们是兄弟啊，你跟我那么客气干嘛？哎，你要不要打电话给你大哥，叫他来看看你大嫂？大哥啊，现在接了一个大 project， 很忙的，不要烦他了。大美啊，你现在有什么打算？当然是先休息够本了，等一下还要帮阿伯煮水泡奶。现在几点了？哎呀，待会儿还要去帮大嫂买晚餐呢。你很忙哦。不止啊，等一下还要帮阿伯冲凉，冲好凉还要帮他把伤口的纱布换掉，晚上要量体温，半夜还要喂奶。那明天呢？明天的明天又怎么样？什么意思？你总该有个长远的打算吧？不可能每天一下班赶回来就是为了当保姆啊！我有什么办法？老哥开了口，大嫂又这个样子，我怎么可能不帮他？哎呀，算了，帮我按下嘞。我们是护士，在照顾病人之前啊，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身体搞好，要不然累垮了怎么照顾病人？而且啊，就算你身体很好，挨得住 ，Sister 也不可能每天让你提早下班来帮你大嫂啊。我现在有什么办法？只要等到我挨不住的时候再打算了。那喜不喜欢？很喜欢。那还不谢谢 uncle 啊，谢谢 uncle。乖，Tommy，你真的像你妈妈，
长大了以后一定是一个大帅哥。你又来了。其实你这么忙，不用天天来看 Tommy 的。啊，还要这么客气？我们是老同学嘛。那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我这一次不会那么快回应你的。你上次给过我了。可是没有打电话找我啊。要不然你给我你的电话。电话？手提电话、家里电话、地址，对 ，email 写给我好不好？ Hello, Tommy。黄医生，嗨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黄医生，我的中学同学胡罗宾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嗨。萨尼，他是医院的社工，上次你们见过面的。萨尼，你好。你好。哦，谢谢。那我不妨碍 Tommy 休息了，我先走。我会联络你。Tommy， 这个玩具是刚才那个安格送给你的吗？喜不喜欢啊？喜欢。看来吴先生很喜欢 Tommy 哦。他只是礼貌上来看看 Tommy 的。Tommy 的情况非常的稳定，你一点都不用担心。谢谢你，黄医生。别客气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得去开会，待会儿见吧。黄医生，什么事啊？刚才我忘了给你了。哦。一直以来你那么帮我照顾 Tommy， 这是我一点点小心意，是我亲手做的寿司，你一定要收下。好啊，谢谢你了。还有啊，刚才那个罗宾真的只是我旧同学，我们已经很多年没联络了，大概有10几年，只是最近刚巧碰上，你千万不要误会啊。OK。哦，我还是回去看 Tommy 了。好啊。要不要？不要了，谢谢。罗宾，丽珠，要去哪里？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搭巴士行了。那么多年的同学，你干嘛还这么见外？不是，我只是不想麻烦你。拜拜。丽珠，哎，你怎么下来了？你不用陪我的，你上车吧。我们真的很多年没有见面了，一年很多东西谈，不如请你吃顿饭，我们好好聊聊吧。不是这样不赏脸吧？啊？真的不行啊，我还得去看我妈。伯母，我也很久没有见到她了。上车吧，我也顺便去拜访她一下。哎，你不是要让车子一直跟着我们吧？会中罚单。可以上车吗？没想到吧？我妈会变成这样子。来，你来吧。来，伯母，记得我吗？我是罗宾，丽珠以前的同学。没想到你家最喜欢吃红豆糕的 Robin Hood。
是不是口渴？喝一点水吧。谢谢。来，慢慢喝。来，妈今天一定很开心，为什么？因为除了黄医生和三林之外，就没有其他人来探望过她了。你没有别的亲戚啊？妈搞成这样子，Tommy他又哪会有亲戚来接近我们？他们都害怕我会向他们借钱。伯母怎么会中风呢？我记得她以前很硬朗的，一大早就起床做红豆饭拿去巴萨卖。都怪我不好。自从 Tommy 生病以后，妈为了帮我照顾 Tommy， 把自己身子也累坏了。可是我也只顾着看儿子，竟然连他患上高血压也不知道。结果他的身体越来越差，最后终于中风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么久没见，一见面就向你发牢骚。别这么说，我很乐意做你的听众，只怕你不肯说给我听。你这到现在都还没有结婚吗？真的还没有。那就是你的眼光太高了。对，因为我一直找不到一个像你条件一样好的。拜托啦，我都已经30几岁了，你说的是当年吧？ No， 不管过了多少年，在我的眼里，你一直就是那朵校花。你忘了，就因为你是园艺学会的会长，结果园艺学会莫名其妙就多了很多男同学吗？你又来了，明明这是正经的。真的，园艺学会的活动不是施肥就是浇花。你真的以为我们整群男生都爱上了肥料的味道吗？那时，一般的男生都想追你，结果都被我打败。都已经是成年注释了，还提来干什么？其实说起来，也许不相信，你知道这次为什么会来新加坡吗？你说你是回来陪你爸爸做身体检查？我爸爸的情况不是很乐观，他担心看不到我成家，于是我妈妈命令我来新加坡结婚，当时匆匆喜。那你是被你父母强迫回来娶老婆的啊？父母还没有那么专制，只是相亲罢了。相亲？现在什么年代了，你相亲？你取笑我啊？我只是觉得你很孝顺。好啦，我不笑你了。这样吧，要是我碰到一个很好的女孩子，我会第一时间介绍给你。那一定要像你的条件一样好，要不然我是真的看不上哦。知道了，几时变这么啰嗦的？什么事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刚才来的时候，你爸爸已经不见了。我问过这里的护士，护士也说没见到他。年叔会不会到花园去走走呢？我找过了，没有他的踪影啊。啊，对了，我在厕所找到这些，很明显他是换了衣服才出去的。他到底跑到哪去呢？他一辈子都是这样，不管去哪里做什么事情都不跟我们商量的。马德，你不要担心，爸的行动不方便。就算他去散步，也不会走得太远的。不担心才怪呢！他明天就要动手术了，一点东西都没吃，万一在外面支持不了，晕倒了怎么办呢？我们马上到外面去找找。
马德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爸爸找回来的。哎，等一下，他会不会去找秀月？黄医生，严叔有来过吗？他真的没有来找你们吗？你还来干什么？爸在医院不见了，他真的没有来过吗？你来错地方了，这里没有你爸爸。就算他来过，一早就被我们赶走了。秀月，如果你看到爸，一定要通知我们。爸很虚弱，他明天就要动手术了，他今天一整天都没有吃到东西啊。他吃不吃东西，根本与我无关。对不起啊，打扰了。秀月，如果年叔有回来的话，请你尽快通知我们。他现在应该在医院的。他是不是很严重啊？为什么还要动手术啊？是胃癌。那不是很严重？为什么你不早告诉我？如果还能3次出院，应该是没有事的。报应，一定是报应。妈的，怎样？爸有没有回家？没有啊，我刚才去过秀月那，他也没有到那去。我打去店里也没人接。好，我现在去那边看看，你先回医院等我消息吧。爸到底去了哪里？他会去哪里？林叔，你订的东西。谢谢。你跑到哪里去了？害三妮和黄医生到处找你呢。爸，我出去办点事情。什么事情这么重要？不能等手术之后才能办吗？是啊，爸，你知道我们有多担心你吗？三妮，坐下来。这是给你的，打开来看看。爸，你从小到大都是那么乖巧，读书那么用功，从来不用爸爸妈妈操心。长大后又那么能干，那么孝顺。爸，你不要再说了，休息吧。如果爸再不说的话，恐怕没有机会。你胡说什么？你不会有事的。答应爸爸，好好照顾你的妹妹秀月，就交给你了。我会的。佩锦，我这一生里面
最对不起的就是你。我都说过了，以前的事呢，不要再提了。你常常说，我心里想着别人，可是你知道吗？在我的心里，你是最重要的。这个，你看，好不好看？好看。大金的师傅笑我说，这条链是为了送给一位漂亮的小姐，所以就把这条链取了一个名字，叫如花似玉。人家也常常笑我，说家里养了一只母老虎，是我怕老婆。可是在我心里，你是个好妈妈，好老婆，你是我心中的最爱，你知道吗？爱上他。不，我不要。你还不肯原谅我吗？不，我要你答应我，手术之后亲手为我戴上。如果你要我戴上这条如花似玉，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从手术房出来。你答应我，答应我好不好？我答应你们。我爱你们。没事，爸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没事，不过我有点累，我想躺一下。我希望你们能够陪我，不要走。手术啦，是吗？爸的病情越来越严重，我知道他很想见你，你去看看他好不好？我又不是医生，有什么好看的？他始终是我们的爸爸。对不起，他是你的爸爸，不是我的爸爸。可是他现在身上有重病啊！他有病，他有病的时候才会想起我这个所谓的女儿吗？要我去看他，那我生病的时候谁来看我？我只知道。当我生病的时候，是我妈妈背着我走了9条街去看医生的。那个时候，我们所谓的好爸爸呢？你可以不把他当成是你爸爸，可是你是个护士啊！难道你连一个垂生老人最后的心愿都狠得下心肠去拒绝吗？我很忙，还有更多需要我照顾的病人。我认识的方秀月不是这么冷酷无情的。那你就当做从来没认识过我吧。我希望你不是来劝我的。不是啊。哎，你看，
原来啊，我们医院的花园里也有那么漂亮的蝴蝶。小时候啊，我最喜欢抓蝴蝶了。每一次一抓到蝴蝶之后，我就会把它紧紧地握在手中，然后想在第一时间跑回家给妈妈看。可是啊，回到家之后，我就会发现，蝴蝶已经给我闷死了。谁叫你那么用力抓啊？对呀，所以我就学会放手咯。懂得放手，大家都会好过一点的。蝴蝶不用死了，那我也可以继续欣赏漂亮的蝴蝶。你想说什么？上一代的恩怨，为什么要让下一代来背负呢？懂得放手，大家的日子都会好过一点。如果你不放手的话，大家都没有喘气的空间，日子也会特别难过的。可是这么多年来，我和我妈所承受的痛苦，不是这么容易说放手就放手的。要不是被派到儿童病房来，我们也不会知道原来有那么多孩子，从一出世就一直饱受着慢性疾病的折磨。就好像伟良、微微、Tommy， 跟他们比起来，你不觉得我们幸福多了吗？为什么要把怨恨无限的放大，放大到遮住了自己的眼睛，让自己看不到事情美好的那一面呢？当你做到放开以后，该不该见什么人？我想，你应该心里有数吧。还说不是来劝我的。没有啊，我只是跟你说蝴蝶的故事啊。无聊。秀月，我不敢奢望你原谅我这个不负责任的爸爸。只是这些话埋藏在我心里已经10多年了。如果现在不说，我怕永远也没有机会再说。当年的一个抉择，让我后悔了一辈子，不止伤了你妈妈的心，更伤害了一个弱小的心灵。但是在我心目中，你和珊妮永远都是一样重要的。我给珊妮的，我也很希望能够给你。只是10多年来，我没有机会，也不知道要去哪里给你。这些年来，我都把给珊妮同等的零用钱、压岁钱、生日、圣诞和所有的费用，一一存多一份进去银行，希望有一天能够把这笔钱亲手交给你。虽然这个希望每过一天就更渺茫，现在更是不可能。钱当然不是很重要，但是每一次上银行，都代表了爸爸对你的思念。我要你知道，爸爸是很疼爱你的。这10多年来，也从来没有忘记过你。但我知道这10多年来，原来你都过得很不愉快。爸爸就像千万支针同时刺进心里一样的痛着，恨不得受苦的是自己。对于你妈妈，我也觉得亏欠了她很多。那张3万元的支票，是我对她最后的心意。虽然不能补偿她什么，只希望能让她将来的日子有一点保障。
过去的10几年里，爸爸从来没有一刻给过你幸福的感觉。但是我希望，在爸爸离开你之后，未来的10几年，10几个10几年里，你都可以过得快乐、平安、幸福。爸爸。爸，你一定要坚持下去，加油！我们会等你的，宝贝，你放心，爸爸会的。我等你出来，为我戴上如花似玉。答应我，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出来。我答应你。秀月，你来看爸爸。爸爸手术后看到你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到那边去等吧，来。你弄错了，我是来把东西还给他的。你告诉他，我不稀罕他的东西。爸爸现在躺在手术室里，你为什么还这么绝情？绝情的人不止我一个。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你竟然这么狠心。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，不在乎。秀月。
从我懂事以来，爸每天都满脸欢笑，好像很开心的样子。可是现在我才知道，原来他为了这件事内疚了10几年，他内心一定很难受。你原谅他吧。你爸爸现在这个样子，我还怎么忍心怪他呢？秀叶不原谅爸，他一定很难过的。现在爸爸最需要的就是我们的关怀跟支持。秀叶对你爸爸的憎恨，其实我也有责任。当初如果我不这么狠、这么绝，或许……马德，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想他了。怎么手术这么快就完成了？我们帮他开刀之后，发现他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开来，切除手术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。不可能的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医生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我爸。我想现在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帮他减轻痛苦。你们也要看看，在这段时间之内还有什么是可以为他做的。对不起。你想好谁呀？这些年来，我明白，你什么都没有说。
你叫我出来干什么？我跟你没话可说。你来看有年，我感到很欣慰。从有年这次入院，我看得出来，你们母女俩还是很关心他的。你不要以为你什么都是对的。我恨不得这个臭男人早点死掉。我是来看他死了没有。我向来认为自己是对的，一直到今天。你憎恨有年，我可以理解。他也已经懊悔了10几年，我又何尝不是带着一根刺过了这么多年呢？事情已经过了这么久，谁是谁非，就算了吧。你说得倒轻松，你要我怎么算呢？你知不知道这10几年来我们是怎么过的？为什么那时候你这么狠心？我没有要求过什么，我不要名分，也不会跟你分身家。孩子是无辜的，我甚至不介意一个人离开，把小叶留给有年。我只想让小叶有个爸爸，可是你都不肯。当年我带着小月，无依无靠，根本没有路可以走，结果逼不得已嫁给一个烂赌鬼，那个王八蛋，不是整天打我，就是骂我，根本没有把我当人看待。这一切都是你们害的。你要恨就恨我好了。这些年来，有年对你们母女俩始终念念不忘。我也是对他念念不忘，只不过是在诅咒他的时候。你真的不能忘记以前的事吗？要我忘记，除非那个臭男人死了。他的时日已经不多了，他有一个心愿，希望你能帮一帮他。这些是有年对你和秀月的一番心意，你收下吧。有年最大的心愿，就是可以得到秀月的谅解。我希望你能劝一劝他，来看一看他爸爸。当昨天画上句点，何不就让它悄悄入眼？看今天更光鲜，别忘了还有明天。选你将来的志愿，一步步再慢慢去实现。不管路有多远，有多险，有多倦，在那很美很炫的童话情节，我还拿着青蛙王子的剑，来披荆斩棘，去而初见，这感人画面为幸福。新传媒电视第8播档。新传媒欢庆电视40年，